国台办16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，回应两岸热点问题。针对深圳卫视记者就美多笔对台军售台价欺诈提问，发言人陈斌华强调，以美只会害台，以武谋独更是死路一条。近日，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又抛出台独新谬论，国台办连续2日进行批驳，释放何种信号？国台办还回应了哪些关键话题？来看报道。 美国军火商雷神公司被爆出多笔对台军售台价欺诈，台防务部门证实确有此事。顾立雄称，美国政府自己也是受害者。岛内舆论指出，民进党当局根本没有讨价还价余地，一切损失最终还是要全体台湾民众来承担。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？谢谢。此次事件充分暴露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，不惜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。 甘当美国提款机，被骗后还要替施害者找理由的丑恶嘴脸，可悲境地。相信越来越多岛内民众已经看清，以美只会害台，以武谋独更是死路一条。 国防部15号也就此事回应称，有关报道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。近年来，民进党当局极尽谄媚之能事，百般向美国主子求购武器，岛内百姓的血汗钱挥霍了很多，得到的却是一堆破铜烂铁，养肥的是一帮贪官污吏和军火商，这也引发岛内民众越来越多的反对和不满。天价与废旧是美国对台军售的2个驰名商标。 从发霉防弹衣到过期弹药，再到价格虚高的导弹雷达，可以看出美国人的眼里只有美国利益。台独是绝路，外人靠不住，妄图以美谋独，终将自取灭亡。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周所谓双十讲话的内容，国台办16号驳斥道，赖清德将中国与台湾对立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主张。赖清德鼓吹所谓与国际社会合作是要以外谋独，在国际上制造2个中国、一中一台，暴露的是其顽固台独本性，损害的是中国主权，挑战的是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。希望国际社会 不要被赖清德所迷惑、欺骗，认清其谋求台独、不自量力、妄图挑战2战后国际秩序的真实意图。 陈斌华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不过是在变换手法，欺骗舆论，毫无善意可言。外界注意到，这是陈斌华连续第2天就此进行回应。此前1天，他在书面答记者问时表示，赖清德的双十讲话是一篇更具危害性、破坏性的台独自白。 自今年5月底以来，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多次叫嚣两岸互不隶属等台独自白，还大搞绿色恐怖，动辄打压制造寒蝉效应，并进一步勾连外部势力，种种煽动两岸对抗、破坏和平的言行，受到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强烈批评。近日，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又抛出荒腔走板的台独新谬论，还有一些美西方媒体对这些荒谬言论进行美化、漂白、混淆视听。对此，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连续2天进行揭批，这也成为今天发布会的焦点之一。结合近期大陆使出一系列打击台独组合拳，包括惩戒、培训暴力台独分子的大本营黑熊学院等人，释放出的反独信号十分明确。 国台办14号宣布，依法对沈博阳、曹兴诚和黑熊学院实施惩戒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也是今年6月国台办联合2高3部发布惩治台独顽固分子意见后，再有台独顽固分子被列入黑名单。目前该名单总人数已达12人。 但需要指出的是，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并不涉及广大台湾同胞。民进党当局此番言论是故意混淆视听、歪曲抹黑。 通过编造所谓大陆威胁民主自由的虚假叙事，对内欺骗民众，对外贴靠外部势力，掩盖不了他们破坏两岸关系、分裂国家的行径和本质。
陈斌华还表示，国台办8月在官网设立针对台独顽固分子的举报邮箱后，两岸民众以实际行动响应依法惩毒正义之举，目前已经收到数百条举报线索。对于群众举报，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认真核查甄别。近期，台湾艺人吴康仁签约大陆经纪公司，也引发两岸舆论关注。特别其过往有关政治立场的争议，也被网友翻出。陈斌华在发布会上强调，只要台湾同胞能够与台独划清界限，认同一个中国原则，并愿意参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，我们都持欢迎态度。分析认为，这一表态不仅为吴康仁等台湾艺人提供了明确的指引，也为两岸民间交流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加坚实的政策保障。深圳卫视注意到，第4届 IM 两岸青年影展11号在福建平潭开幕，吴康仁担任推荐人。根据此前报道， IM 两岸青年影展实现了两岸青年影视创作人的双向奔赴，为两岸影视文化交流打开了一扇窗口。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，对促进两岸关系意义重大。11假期，大陆居民团客及个人游赴金门旅游重启，让金门通关大楼再度热闹起来，受到当地民众热情欢迎。陈斌华16号介绍，据悉目前已有数千大陆民众申请办理赴金门游证件。11长假期间，厦金小三通航线因受台风影响停航，10月4号复航后，5号即有120人旅游团从厦门出发前往金门旅游，受到当地民众热情欢迎。这些都表明两岸同胞热切期盼加强交流往来。民进党当局应尽快取消不得人心的禁团令，为两岸旅游恢复热络创造条件。实际上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主流共识。深圳卫视注意到，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即将举行。据岛内媒体报道，赖清德当局有意派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陈建仁与会，秘鲁方面对此已经严肃拒绝。据悉，秘鲁日前表示 ，APEC 运作需要会员共识决定，希望由无政治背景者参与，而陈建仁的身份显然过于敏感，因此不便来台递送邀请函，等于拒绝了此提议。分析认为，这样的人选成为台湾方面参加 APEC 会议的代表，显然不是期待两岸和平与坚持9·2共识人士所乐见的，因此被有关方面所否定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实际上，赖清德想派陈建仁出席，就是想搞出格。此前蔡英文时期派出的人士较为谨慎，宋楚瑜也曾出席 APEC 会议，去年派出的则是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。针对台当局赖清德近期的台独言论，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予以驳斥。那您从中获知哪些信号呢？主持人好，台当局赖清德最近大放厥词，暴露的是其顽固的台独本性。那么今后如何继续反击台独，维护两岸的和平呢？一呢是继续对各类台独言行进行记录，尤其是对台湾民众具有欺骗色彩的行为，包括以所谓国安疑虑为由阻碍两岸同胞的正常来往，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，剥夺各界民众出行大陆的自由等等，要擦亮台湾民众的眼睛，不能被民进党台当局所蒙骗。对沈伯洋、曹兴诚之流的顽固台独分子要进行惩戒。二呢是继续强化两岸民众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，树立中国内部的事情应当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的信念。无需外人指手画脚，更不容外部势力干涉，争取早日解决政治对立，实现台海持久和平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。三呢是对以台制华的外部干预势力进行打击，包括对台军售的外国公司进行制裁。